150没关系，这样抱吧，你别抱我啊！哎，你手放下，这样抱也手放下，你别抱我，哎，对，3、2、1，就这样就行了吗？你的手刚是放在脖子上对吧？你首先自然下垂，啥重？看呀，抱一下试。抱一下试试。你不能搂着他俩亲啊！对你手你你首先自然下垂是你。放下。大概那个亲的位置，我看一下那个亲。啊，好，可以可以了，这边可以了。因为你的出现，我的需求曲线开始变得杂乱无章。你既是我的必需品，也是我的奢侈品。你觉得我喜欢什么卫衣？你吗？对。我猜一下吧，应该是你颜色偏那个浅色一点的吧。我喜欢 LOVE。聚会不无聊，开心到冒泡。优酷酷的聚会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邓超元，也是苏之念。霸道、超能力、宠女友，他肯定会带她逛街，给她买她喜欢的衣服。我可能会更坚定一点，就是在对待自己在乎的人、感情这方面，就不太开心。我觉得是给他精心策划了一个生日的烟花。宋庆春嘛，演艺生会游泳。体验了一次霸总，有总结出哪些精髓？首先，他在工作上是一丝不苟的嘛，然后就是高、帅、会赚钱、会疼女朋友，会给女朋友做早饭。如果你是苏之念的话，最想做什么事呢？我其实挺喜欢他的超能力的，我觉得是个男孩子，可能对超能力都会有一点点向往。拍摄时最长知识的一场戏是哪一场？应该是去商场买东西之类的吧。我觉得一般我是买东西的话，买喜欢吃的东西，我就自己拿自己的。但是这种情况下就不行。然后那个导演就会教你啊，就是他累了就把它放车里，他不累了就反正就是以他为主，他喜欢吃什么我就买什么。最紧张的一场戏是哪一场？最紧张的一场戏其实是过山车，因为那个是就是没有办法跟拍的嘛，只能用一个那种小的运动相机放在前面，然后你可能表情管理之类的。最害羞的一场戏是哪一场？就是第一场吻戏吧，就有点呆，然后就是演完过后有点没反应过来。怎样看待苏之念的感情观呢？就是特别专情的一个人。你觉得自己的主动程度和苏之念相比，谁更胜一筹呢？我觉得其实苏之念吧，他更主动。他其实是听到宋庆春就是开始从事就是也开始金融方面的东西的时候，他其实是为了他回来的。怎么看待大家都管苏之念叫舔狗总裁？他能接受，他肯定能接受的。就明明那女孩那么讨厌他，但是他还是那种百折不挠的，就是毅然而然的喜欢他，然后就去帮他解决他的各种事务问题。还有生活方面的问题，然后换来的在前期几乎都是不理，然后白眼，但是还是选他。身为情话输出机，输出了多少情话台词呢？很多时候往往是最真心的那个话，我觉得女孩子才会觉得它是情话，但男孩子不会觉得。如果男孩觉得这是情话，他在说的话，那就不算情话。就特别受用的一句话，就是因为你的出现，我的需求曲线开始变得杂乱无章。你既是我的必需品，也是我的奢侈品。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挺好的，就比很多什么你好可爱、你好甜啊之类的有意思。最难开口的一句是哪一句？最难开口的呀，就表白嘛，要不就是我喜欢你4个字。但是真的到了那个时候，让你去说的时候，你会觉得，就你说完之后，总想在后面添一句什么来缓解这个尴尬，就那种感觉。你说情话和跟你说情话，哪个更容易接受呢？我感觉都不容易接受吧。你让我说，我也会觉得别扭。别人说给我，我还是会觉得，可能就是不好意思吧。你觉得我喜欢什么卫衣？你吗？对。
我猜一下吧，应该是以颜色偏那个浅色一点的吧。我喜欢 LOVE。你说你自己觉得尴尬不尴尬？苏之念是一个比较浪漫的人，他做过的哪些事情是你觉得之后自己可以借鉴的？我觉得首先肯定浪漫的事情是开心的事情，当然放烟花这种事情呢，我们应该去郊外，但是游乐场之类的也是我觉得是大家可以尝试的地方，大家就是可以一起去做什么旋转木马这种最基础的，也可以做一些比较刺激的呀，但是我是觉得还是要注意表情管理，毕竟是谈恋爱嘛。给大家安利一下，哪些事是在恋爱过程中男生绝对不要做的事？就是陪女儿逛街的话，那一定就是要有耐心。就比如说她在那个逛喜欢的衣服的时候，她可能其实只是选择综合症而已。然后你可以，不是现在商场都有那种吗？有男士寄存处，就好好的待在里边等着就行了，一定要有耐心，对，这个很重要。女孩子在买衣服的过程中，问这件好看还是那件好看，你会怎么回答？首先是很难的，我心里话肯定是我其实觉得这件好看，但是你不能这么说，他其实觉得两件都好看的，那你肯定先说就是两件都好看。但是今天可能配你这双鞋，或者是今天这个天气，你穿这个更好看，可以用这个来说，反正不能带到他的本人身上。如何1秒哄好正在生气的女生？这个我真的不知道，1秒哄好。我觉得女孩生气的话，如果你去哄她，她会越来越生气；但是你不哄她的话，她也会生气，这个是很难的。如何1秒钟哄好正在生气的你呢？我吗？其实还好吧，就是可能你给我吃点东西我就好了，或者是你给我做个什么东西吃也行，因为我比较爱吃。用一道菜来形容张希野的话，会是什么菜呢？青椒肉丝，它其实挺瘦的嘛，肉丝就比较瘦嘛，那肉切成丝就挺瘦的。然后青椒呢就有点辣，但也不是很辣，就是还符合它，就是有时候它也会有点小脾气，但它不是那种，不是小米辣，脾气那么大。和希野合作给你什么样的感受呢？我感觉首先希野是很贴合这个角色的，还有就是我感觉他其实对我帮助还挺大的，然后很敬业的，特别是我当时看他演一场就是被我超能力控制的内容，其实有点脱离现实的，但是他把它驾驭的特别好，因为我就在旁边看。如果和希野交换一天生活，会做什么事？劈叉，因为我从来没有劈叉成功过，然后我知道希野跳舞挺厉害的。